女人要想站得稳，必须温柔带点狠。我生来就拿着恶毒女主的剧本，12年来，从贫困大学生到董事长助理，再到程少夫人，再到如今叱咤风云的宋总，每一步我都费尽心机，杀伐果决。傍晚时分，一辆凯迪拉克准时开进宅院，我从车上下来，抬步走进家门，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响起，又骤然顿住。玄关上放着一件女士胸罩，款式老旧，是从未见过的样式。继续向客厅走，一路上零碎的丢着女人的上衣、裤子、破包。客厅的吧台上更是堆着一件女人的贴身衣物，大大咧咧的摆着，颜色鲜艳，无比招摇。我的目光掠过吧台，在上面顿了一秒，随后面不改色的看向一旁僵硬站立的帮佣。我还没开口，头顶上已传来女人的问候声，声音带了点粗，已沙哑，显得有点刺耳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我抬头看见了2楼栏杆边懒散倚着的熟人。程香秀化着浓妆，身上套着我新买的睡衣，举着一杯红酒，瞧见我抬头笑着向我举杯示意。我也微微一笑，温和道：大姐既然回来了，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好让人去接你。程香秀抿了口酒，看着我嘴角的笑，眯了眯眼笑道：告诉你，那我估计连门都进不了吧。她摇曳着走下楼梯，走到我的跟前。这是程家。她咬住了程字的音，紧盯着我的双眼。这些年没个女主人让一个外人在家里指手画脚，是不体统了些，但现在不会了。程香秀抬高下颚，对着我一字一句宣告道：因为她，程香秀回来了。她比我高半个头，浓烈的五官，172厘米的身高，配上10厘米的高跟鞋，让她显得气势极盛，几乎是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我是程向东的合法妻子，程家的少奶奶，远东集团的副董。程香秀却当面称呼我为外人，是明晃晃地打我的脸。然而我不气不怒，平静优雅，雍容大度，宛如一湖平静的池水。对程香秀的挑衅，憎恶一笑置之。我不疾不徐地开口，状似真心夸赞：大姐总是这么真性子，8年不见，这放空话的本事倒是越发长进了。我唇边隆起一点弧度，你看，我竟然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已经8年了。看来这8年大姐表现得很不错，人虽然老了，但很能干，减刑2年提前出来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值得庆祝，不是吗？我说完，眼里又带一点点歉意。我看了场出乎意料的戏码，却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我脸上泛起怜悯似的懊恼。大姐脸色难看，是我说错话了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只是太过惊讶，谁能想到你不过8年就出来了。我话锋忽然一转，微笑道：不过我看连您都能改造成功，这点说明改造还是很有用的。改天大姐可以和我说说经验，我改良一番，融入到公司的管理上，效果应该不错。8年，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被耗在了4面高墙之下，这悲惨在我的口里却是轻飘飘的，仿佛无甚重量。程香秀的脸色早已阴沉，看着我的目光里压着深重的恨意。我在监狱里待了8年，都是拜谁所赐，没有你的算计和引诱，我怎么可能走进死胡同？他冷笑不止，嘲讽道：一个家里卖菜的贫家女走到今天，你费了多少心思，又做了多少算计啊？装乖卖巧得来的东西，就算含在嘴里，一般人也含不稳吧？我脸上的笑意淡了淡。回到社会，有法治理，审判犯人得讲究证据，不是靠着一张嘴巴巴就行的。我一笑，突然起步走近，伸手一把扯掉程香秀睡衣背后的吊牌，帮她拢了拢衣领，闷声问道：是我逼着你做空公司，还是我拿刀子要挟着你换了吧台的腰？我面容温雅，声音温柔，气势却半点不输。多年高位酝酿的气度早已洗掉了曾经卑弱的一面，淡淡逆来的一眼，甚至逼得程香秀不由得后退一步。我又勾起我的笑，只是这次笑意不达眼底，缓缓说道：出身不好的，什么稳得住就行，笑到最后就是赢家，不是吗？程香秀压下把酒泼到那张自然的笑脸上的冲动，不认输般扯出一抹僵硬的笑，狠声道：是啊，笑到最后才是赢家。我走上楼梯，回房侧身而过的一瞬间，听到耳边狠厉的声音传来：咱们走着瞧。我脚步不停，宛如不闻，只是在走上2楼的时候，漫不经心地吩咐刘妈，叫人把她碰过的东西都砸了，东西都换一遍，太脏。刘妈轻声应是。程香秀脸色骤然青紫，仿佛被狠狠扇了一巴掌。她运气片刻，猛地一把摔了酒杯，瞪红着眼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远东集团雄踞南方，旗下产业涉及各个领域，颇具成就。创立这艘庞然大物的程宁轩老先生，把握住了开放浪潮，从小公司一步步走到今天，积攒了大额财富。8年前病重之时，媒体对这位大富豪的家产争斗关注异常。然而遗嘱公布后，惊得外界议论纷纷。程明轩一举捐出了大半数身家，几乎只保留了远东集团的原始股。更让人跌破下巴的是，他手里47%的股份均分成了2份，分给了儿子和儿媳，大女儿连半丝股份都没捞着。此后，远东集团大小姐程香秀在外界人眼中行踪成谜，而此前无声无息、查无此人的我，一跃成为远东名副其实的少奶奶。
手握权柄又有公共支持，不知令多少人艳羡。不久后，程明轩病逝，所有人都以为这位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麻雀会摔下来时，我以雷霆手段坐稳了总经理的位置，又在8年里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班底，威信渐重，甚至与丈夫程向东形成了分庭抗衡之势。外人艳羡我的风光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走到今天，我耗干了多少心血。交易、利用、引诱、反杀，从贫困大学生到董事长助理，到程少夫人，再到现在的送走，我走了12年。我喜欢在这摩天大厦顶端俯瞰众人的滋味，尤其讨厌别人觊觎我的东西，而后者的感觉已经多年不曾感受到了。我笑了笑，是发自内心的。秘书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，尽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我敲了敲桌面，吩咐道：“打电话给程总秘书，让程总晚上回家吃饭。”也是讽刺，夫妻2人本应是最亲密无间的关系，但如今我想找他吃个饭，还要跟他的秘书一遍遍地确认时间。秘书轻声应是，对这种状态见怪不怪。早在宋总渐渐掌握权势的时候，夫妻2人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，除了开会10天半月不见一面也是常事。程向东不满，我知道，但他又能如何呢？程向东是从太子党发展起来的，身边都是所谓的好兄弟，有自己的班底，但我是程明轩亲手提拔起来的，身后跟着一帮老臣，为的就是稳。程老爷子要稳住程向东的台基，程向东有魄力，也有着年轻人的锐气，却过于激进，也听不进劝导。这样的人其实并不适合做一个集团的领航人，但程老爷子不甘心，所以费尽心思拉起我这面旗帜，把稳得住的老臣送到我的阵营，希望能在重大决策上为他弥补，又或者是希望我成为程向东的试金石，让程向东踩在我的背上彻底成熟，掌握远东。能在重病的时候做这一番打算，可真的用心良苦，令人感动。只是可惜，我在纸上写下一个程字，看了片刻，又轻轻划去。程家别墅的3个主人，今日难得同聚一堂，分坐餐厅2旁。有意思的是，从前几乎撕破脸的程家姐弟，如今主动坐到了一边。程家没有食不言的规矩，但厅中的3个人都没有开口交谈的欲望。直到佣人送上消食茶，程向东才皱起眉，看向坐在对面的我，眼里浮现一丝不耐，沉声问道：“你让人把我喊回来，就没有话说？”我放下茶杯，眉梢轻挑：“不是我有话要说，是你有话和我说。”说出口是肯定的语气，程向东却第一时间明白了我的意思。程香秀即将出任亚福科技总经理的消息，在集团不是秘密。然而亚福科技是我一手打造、主研发的 EM 直播打开了市场，且已经募集到足够的资金，就等着在香港上市。作为远东旗下第2个独立上市的子公司，亚福虽然实力不如另一个上市多年的子公司，但前景是肉眼可见的远大。一个企业能走到持续盈利的这一步，即便背靠大公司也不容易，其中我付出的心力可想而知，收获同样可观。程宋两派一直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却也默认了互不干涉的行事原则。这次程香秀的上台是程向东从背后使劲，为的是把果实摘回程派的阵营。这种做法虽然确实有效，但并不厚道，堪称难看，与把我的脸面扔在地上踩没什么分别。然而程向东即便理亏，也不喜欢我用一副要求下属汇报的语气和他说话。他压下心头不悦，冷声道：“他出任亚福是董事会成员的决定，你和我掰扯，只是浪费彼此的时间。董事会没有你的示意，会下这种决定。”我也冷了脸，没有给丈夫留情面。程向东嘲讽一笑：“照你的说法，董事会那么多成员，大半都支持我的决定，你就没想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？”当然想过，我为自己斟了杯茶，雾气飘在两夫妻之间。在那瞬间，夫妻彼此都模糊了对方的面孔，只剩冰冷的利益谈判。不就是一些老东西，怕势力压了他们，只当找了个玩意来恶心我。这个玩意指的是谁不言而喻。程香秀本来得了弟弟的叮嘱，在今晚闭紧嘴巴，只当个木头人，但还是在听到我不加掩饰的侮辱后，黑了脸色。姓宋的亚福本就是程家的东西，我是程家大小姐，继承亚福天经地义，通知你一声都是给你面子。闭嘴！我突然开口打断，茶杯磕在玻璃茶几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我拿起纸巾慢慢擦干被茶水溅湿的手指，转过头盯着程香秀，面无表情道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远东集团的事情轮得到你插嘴？”程香秀被这声呵斥惊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勃然大怒，一把站起来用手指着我骂。我把纸巾扔在桌面上，看都懒得看他一眼。我翘起右腿，双手放在身前交握，面上不见半丝笑意，显露出了锋利到强势的冷漠。我劝你把你弟弟的叮嘱听进脑子里，我们是在商谈，不是在骂街。你要认清一个事实，这是我不追究，那你才有坐上亚福副总经理的机会。我若追究，就算你爸在世，我也能玩死你。程香秀听到这话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，她倏然紧声，憋得脸色青紫。她自认第一次栽在我的手里，是她疏忽大意。然而在这第2次的交锋，她却先一步心悸。她被困在牢里8年，与时代脱轨，而我却在这8年里飞速成长。8年前我就有把她算计到一无所有的本事，8年后呢？程香秀心脏抽搐了一下，程向东面沉如水，没有说话。
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，我抬起手对上他的目光，片刻后，程向东拿起一边的西装向大门外走去。走出餐厅前，他顿住，沉声道：“宋景瑜，程香秀再怎么样也姓程。”我垂下眼睛，没有应这句话。夫妻两人不欢而散。程香秀看了眼静默的我，想说什么，又把话吞回去，转身拿起手包，追着弟弟出门。程香秀跟着弟弟坐上后座，程向东看了他一眼，烦躁地扯松领带。他向车背一靠，沉沉道：“你这冲动的性子不改，迟早要吃大亏。”程香秀撇了下嘴：“我在集团和媒体面前什么时候不体面了？只是……”他拿出根烟，顾忌着程向东，没有点燃，只在手里捻了捻。姓宋的那贱人害我像条丧家之犬，自己却全是富贵一样不乱。我就是看不惯他得意的嘴脸，就这一点你就比不上他。8年前他在你面前低头低得心甘情愿，不卑不亢；8年后你多次挑衅，他更从容不迫。就凭这份隐忍的心性，你就该学一学，好好收收自己的傲气。程香秀说是捏紧烟身，叹道：“那你要放弃亚服？”程向东嗤笑一声：“怎么可能？”他捏了捏眉心，叹道：“但你当年做空公司的前科，早晚会瞒不住，得想好应对方法。”听到这番保证，程香秀总算把心放回肚子里。他自得一笑：“我早就找好了公关公司，宋景瑜要是敢用舆论逼迫我，那他注定打错主意了。”程向东闭上眼睛，没有说话。路灯照亮了他的下半张脸，程香秀看不出他是满意还是不满意。直到他下车关门的那一刻，才听到一声沉甸甸的警告：“我把亚服放到你手上，要是出了问题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”程向东本质上和程明轩老爷子其实很像，沉稳的性格里藏着一意孤行的尖锐。程明轩可以把1半的家产送给无亲无故的儿媳，谁劝都不听。而今程向东决心把亚服收拢在自己人手里，也是不惜一切代价。我几番博弈，但半年后，程香秀的任命书还是在集团下达。不容置喙，程香意气风发地举行了媒体发布会，优雅知性地当着镜头发表一场激昂的演讲。发布会非常成功，甚至全国轰动。直到一个女人闯进了会场，当着几十家媒体的面，把一瓶粪水泼到了程香秀的身上。程香秀傻在讲台上，神经迟钝了2秒，才反应过来，放声尖叫。女人哈哈大笑，像个疯子。保安冲上前把人拧住，她使劲挣扎，指着台上狼狈不堪的程香秀，一个劲地冲着摄像机怒喊：“堂堂程家大小姐，不是个东西，当了大老鼠，钻了自己家的粮仓，却把主要责任都推到我家老刘身上，让他揽了罪。”她的声音尖锐，几乎响彻了整个会堂。我丈夫这辈子要在里面吃苦受罪，你想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告诉你，做梦！这话透出的信息可太大了。记者们像闻到血腥的饿狼，蜂拥而上，相机闪烁声、追问声交杂在一起，如同一场喧闹的闹剧。看着一边皱眉憋气，一边使劲把话筒对在他眼前的记者们，程香秀忍不住后退。话筒戳到脸上，冰冷的触感让他想起8年前套上镣铐那瞬间的灰暗。他呼吸急促，神志崩溃，瞬间狼狈逃窜。我坐在屏幕后，看着程香秀带着满身污水奔逃的身影，忍俊不禁。这刘洪成夫妻真是损到一块去了，竟想出这么个主意。不过把程香秀的脸皮弄臭的这招，倒真的是精准地戳中了程香秀的心。损归损，戏码却足够精彩。豪门千金被泼粪家替罪，说足够在网络上引发双重爆炸。我没想拿程香秀的坐牢事迹炒作，这种伤不了根骨的东西，我相信就算我动了，程向东一定有把握把程香秀洗白。相比起不痛不痒，我更喜欢拿准7寸，一招致命。当初程香秀犯蠢，胆大包天，盗挖远东的钱，数额庞大，差点挖断了远东的资金链。老爷子虽然对这个女儿失望透顶，但终归是自己的骨肉，给了帮凶刘洪成的妻儿一笔钱，让刘洪成把主要罪责都担了。不然程香秀可不会只是短短8年刑期。刘洪成的老婆孩子拿了这笔钱出国后就再也没回来过，除了老爷子自个和几个亲信，没人知道他们的行踪。但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刘洪成人老成精，看到了远东的内斗，入狱前悄无声息地备份了一份当初程香秀做假账的证据，交给了自己的老婆带出国。估计是猜到了会有卖高价的一天。自老爷子去世，我一年年的暗访，总算撬开这个松动的角落。刘太太既然能被钱打动第1次，那自然可以有第2次。桌面上的手机闪动，又按下。从程香秀被泼粪开始，手机来电就没停过。这次闪动后，屏幕显现出了7个未接来电。我视若无睹，慢慢地翻动手里的账本，直到程香秀狼狈不堪的退场，我才放下手中的账本，接通了第8通来自程向东的电话。程向东明显抑制着火气的质问声响彻我的耳边：“宋景瑜，你疯了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不嫌脏。你挖出当初的事是踩在法律的边界线上，拿远东的声誉和我斗。你知不知道今天这场闹剧让远东蒸发了多少个亿？不然呢？先是拱手相让，再被动挨打。”我轻笑，笑声仿佛带着冰冷的滑腻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们姐弟2人联合起来，不就是想把我踩下去？是你先不讲道义，下手狠毒，亚福又要找好公关公司，要往我头上泼脏水，企图把事情栽到我的头上。这一件件送我的大礼，你也好意思说我手段下三滥？我甩了甩账本，看向直播界面上被押走的刘太太，眯了眯眼。
你既然猜到它是我放进去的，那有没有猜到我手里正捏着可以再送程香秀进监狱游览一遭的证据？程向东呼吸陡然粗重。如果各界关注都聚集到程香秀到底是主谋还是从犯的争论上，没有证据那就是小事。然而，如果我把证据摆出来，不说对远东造成的冲击，单凭程香秀身上的争议，应付不了股民对亚福的质疑，程向东也会因举荐了程香秀而惹出麻烦，在全体股东面前吃瓜落。他深吸口气，低沉道：“宋景瑜，远东也有你的多年心血，你没有必要做得这么绝，不用给我打感情牌这一套。我知道后果，这份证据放出去就是两败俱伤，逼不得已，我不想闹得大家难看。”我眼神淡漠，冷笑道：“程向东，把不该有的心思收一收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亚福是我宋景瑜的东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动了就得跪着求我收回去。”我嘴角勾起一丝弧度，在挂断电话前，好心建议道：“对了，夫妻一场，我劝你想这次的麻烦甩干净，最好干脆点，当着股东的面把那个蠢货赶出去。”电话骤然被挂断，程向东气得青筋突冒，浑身发抖，一把摔了手机，一双柔仪伸过来抚过太阳穴，力道不轻不重，揉了半晌，程向东长吁一口气，握住情人的手说道：“我没事。”朱琳温柔一笑，并不多问，他一贯如此，从来不过问程向东的生意，也不谈论他和他家里那位的是非。程向东情人不少，最后只有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程太，甚至生下程家的独子。既是因为我知情，更是因为他识趣。他对着一旁的儿子使了个眼色，小孩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试卷，走过来递给了父亲，奶声奶气地说道：“爸爸，你看。”程向东接过卷子，看到上面的满分数字，终于表情舒缓。他欣慰地抱起儿子，摸摸他柔软的头发，笑道：“爸的好儿子争气，爸也不能输。”他吐出一口浊气，语气严肃，宛如立誓：“爸向你保证，远东一定是我们程家的。”朱琳坐在一旁，听到这话，眼眸微微一闪。程向东的妥协远比外界猜测的干脆，他不仅当日撤销了程香秀的任命，改任我为亚福董事长，甚至为了补偿妻子，决定将自己手头亚福的股份尽数卖给我。此话一出，会议室一静，又响起窃窃私语。众多股东看着程向东，频频点头。这个举动相当于彻底放弃在亚福设立程派，避免了亚福在新上市之初因派系之争站立不稳。但明显的，在看得见亚福肉眼可见的大好情景下，说放弃就放弃，一般人都没有这个魄力。可以说，程向东相当大气，而一个集团领导人拥有这样的魄力，无疑令众多股东很是欣慰。我怔了怔，一时猜不到程向东打的什么算盘，不过我反应很快，立刻微笑着应下。不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既然是好事，总没有往外推的道理。散会后，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接过秘书递过的平板，翻看网络上的风向。远东的公关很给力，先是向警方报警，言明必定会起诉刘太太，接着向公众讲明当年做空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又态度强硬地对众多造谣的网友发出了律师函。而远东官网上不仅发布了亚福董事长的特换通知，还即刻发布了宋景瑜女士为亚福董事长的任命决定。不出意外，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履历，井号我有多厉害，井号词条已经上了热搜。我放下平板，转过椅子，看向落地窗外，难得有些怔怔。窗外车水马龙，行人匆匆，在这个大都市的中心 CBD， 无数精英白领端着一杯杯咖啡，熬着一个个数不完的夜，努力在这个大城市扎下自己的根。可兴许努力一辈子，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。城市的繁华下，从不缺黯然退场的失败者。厉害吗？我心想，兴许吧。能有今天，我也忍了常人不能忍的委屈，闯过常人不敢闯的难关。为了曾经流的那些泪水和汗水，我也不甘心认输。秘书站在一旁，看出自己老板平静脸色下的怅然，轻声问道：“宋总，会议上您应下了程总的提议，需要我吩咐会计师事务所整合您的现金吗？”良久，我点了点头。秘书退出办公室，我拿起电话手机，在手里无意识地转了几转。片刻后，我的手一定翻开通讯录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，熟悉的冰冷女声从电话里传出来。我笑了笑，犹如一只诱惑女人的海妖。谈谈纽约机场，朱琳提着行李箱，快步向机场出口通道走去。机场出口处，一个外国人高高举起接机牌，用别扭的中文喊着：“朱琳小姐。”朱琳听了一愣，向男人走过去。他摘下墨镜，试探问道：“史密斯先生？”男人脸上露出接到人的高兴，立刻点头。他把脖子上的 AX 集团工牌展示给朱琳看，然后才用英文介绍道：“你好，朱琳小姐，我是杰克·史密斯先生的助理。史密斯先生派我来接待贵客，他正在曼哈顿庄园等您。”朱琳半信半疑，他后退一步，微笑道：“史密斯先生此前并没有说安排人来接我。”杰克看清了他眼里的怀疑，顿了顿，有点烦恼地挠挠头说道：“因为您是贵客，史密斯先生特地为您安排接送。”随后他闭上嘴巴，直接给老板打了个视频电话。史密斯出现在电话的那头，向着朱琳欢快地打了招呼。朱琳松了口气，不是他心里的包袱太重了，包里的这个东西太重要，由不得他不谨慎。车子开进庄园，朱琳跟着杰克走进城堡，心里暗暗惊叹看到的奢华。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，吞了口唾沫，他没有露怯。杰克为他推开大门，他扬起最得体的笑脸：“
然而抬起头的瞬间，笑容立刻降在脸上。他头皮发麻，吞了口唾沫，转身急走。门口2个保镖瞬间拦住了去路。我拿起一个橘子，慢条斯理地剥开，一点一点撕干净上面的白丝，气质如兰，动作优雅。朱琳感到脸皮阵阵刺痛，恍惚间生出一种错觉，宛如被撕掉的是她的脸。我捻了一半果肉放进嘴里，抬起头看向他，含笑道：“这么久没见，怎么第一时间就想走呢？”我点了点下颚，招呼道：“坐呀。”朱琳捂住不自觉抖着的双手，看了下四周的保镖，低着头坐下，转脸喊道：“宋姐。”我抽了张纸巾，一根一根地擦干净自己的手指，姿态悠闲，并不看他。朱琳却感到了透不过气的压抑，她坐立不安，心头腾起阴霾，好半晌才扯了扯嘴角：“宋姐，好巧，您怎么在纽约？你为什么在纽约？我就为什么在纽约。”我笑意盈盈，看不出半点生气的迹象。朱琳心头一沉，掐紧了公文包，她心慌意乱，强迫自己把最坏的结果剔出脑海，笑道：“您说笑了，我和史密斯先生是好友，这次是出来散散心的。”正巧了，半晌没听到应答，他起身硬着头皮道：“我突然想起还有要事处理，就不打扰您了，下次咱们再续。”我一把把纸巾扔在桌面上，纸巾轻飘飘的，却砸得朱琳的脚步不敢动。难得一见，要不先看看这2份东西再走。我把2份文件放在桌上，示意朱琳翻看。朱琳茫然地接过文件，越看脸色越煞白，腿软得站不住。我笑意收敛：“你是把我当傻子，还是在程向东身边待久了，被人恭维几年，小程太就看不清自己斤两了？”我为自己斟了杯茶，冷漠道：“我当初既然敢把你放到程向东身边，自然有拿捏你的手段。朱琳这么多年跟在程向东身边，生了儿子，享了富贵，生了背叛的心，我并不意外。因为我从不高看人性，所以凡事都做了2手准备。朱琳有程向东养，但他的爸妈和弟弟却没他活得潇洒。朱琳知道家里人贪婪短视的本性，怕家人出现在程向东面前，坏了自己的印象，要求家里人待在小县城里，不许出来。为了安抚住他们，朱琳每个月的零花钱一转就是好几十万，朱家人这一安分就是10年，却远不是朱琳自以为周全的安抚，而是我每年花大笔钱，好心的帮他稳住了他们。你爸妈以你的名义，这10年来陆陆续续向我借钱，一借就是一大笔，这些年利滚利比当初本金翻了将近1倍，用来干什么呢？我点了点另一份文件，用来开赌房，赌场是以你的名义开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大的金额，可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啊！我眉梢轻挑，叹了口气。我是个奉公守法的生意人，遇见这种事，不得不当一回热心的好市民啊！朱琳摇摇头，张嘴欲驳，我却举手止住他的话。我当然相信你的清白，但2份文件上面的指纹确确实实是你的，我只认这一点。你有话可以和法庭上说。我站起身，面无表情的脸在朱琳眼里像是索命的阎王。保镖一把夺过文件，跟着往外走。朱琳腿一软，惊得眼眶通红，连忙跪下拉住我的裤腿，慌乱道：“宋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想坐牢。”她慌乱地把手里的包裹递给我，哭道：“你要的东西在这，给您，我给您，这是程向东的主意，不关我的事，只瞒过您这一件事。宋姐，您放过我。”我眼神淡漠，捏起她的下巴：“你当初被你爸卖给赌房，是我救了你，后来你说要报答我，主动跟了程向东，我可曾逼过你半分？没名没分的跟了程向东10年，享了10年的富贵，如今委屈了，心大了，就敢来耍我了。”朱琳拼命摇头，涕泗横流，心里后悔不迭。只要我把他的来历告诉程向东，以程向东的疑心，他们母子还有什么好下场？可笑，他现在才认清自己的处境，他有什么底气和我斗？我动手指都能捏死他。宋杰，我可以当证人告发程向东。朱琳死死地捏紧我的衣领，这一刻什么面子什么尊严都比不上那2份文件重要。我定定地看了半晌，直看到朱琳冷汗直冒，这才接过他手里的手包，轻轻一笑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我拍拍朱琳的脸，近乎温柔：“把程向东挂在你家那家私人公司和远东的往来账目偷一份给我，你做得到的对吗？”朱琳闻言一怔，脑袋发懵，直直点头。另外，把你弟弟送进去吧，有亲姐姐亲自去告发，总比我这个外人来得好。朱琳张了张嘴，似要求情。我睨了他一眼，我们做生意的最忌沾惹违法的事，我不和赌徒、罪犯做交易，懂？朱琳连忙把话噎回去，我满意的点头。我甩了甩那沓借据，淡淡道：“这沓借据，事情如果顺利结束，我就把它烧了，还另外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和你儿子出国，全当给你的报酬。但我向来不给人第3次机会，记住了。”我不再看他提着手包，转身笑着和走出来的史密斯先生握手。朱琳睁大双眼，浑身瘫软，心里暗藏着的一丝期盼，随着这一幕碎得干净。半个月后的股东大会上，程向东突然宣布要非公开增发股票，会议上大半股东果断投了赞成票。我事先没收到半点风声，而程向东明显准备充分。我环视会议室一周，看着几乎所有人都盯着我，眼神无声，暗含微迫。我勾了个僵硬的笑，点了头。这场发行立项到证监会审批完毕，不过短短半月，速度之快没给我筹备资金的时间。毕竟我这几年的资金都投到了对亚福股份的收购上，再要拿出一笔巨额资金，明显不可能。
但程向东明显蓄谋已久，明晃晃的举动处处昭示着他的决心。这次认购他能拿出超过10个亿，再加上2次增发股票后一些小股东抛售的份额，他能再拿下将近8%，而我拿不出钱，手里的股份会被稀释3%，将来把我彻底踢出远东将不再是梦。然而螳螂捕蝉，焉知不是黄雀在后？可认购会上，程向东惊愕地发现，账户的钱只有区区2000万，而我一出手就是10个亿。此前的信誓旦旦，如今的荒诞反转，让程向东使劲按住自己的太阳穴，企图劝服自己，这场认购是笑话。此前约定抛售的小股东看出他的窘迫，对视一眼，神色都不好看，纷纷反口。等等，程向东意识到不对，颤抖着声音企图叫停，却被我开口打断。我的声音清朗明亮，字字句句敲在众人心头。确实该等，因为我和众位股东还有笔账要和程总算。众股东疑惑的皱眉，我点了下下颚。秘书会议迅速把复印好的账本发给在场的股东，人手一本。我向董事会举发程向东这5年来利用远东资金购买天价设备，聘用高薪专家开展实验，名义上是为远东开发新设备，实则以公谋私，为己谋巨利。他借用情妇的名义在外私设公司，把远东所有的巨额投入都用到了自己的公司里，谋夺个人的利益。我身姿沉稳，声音隐含愤怒。前后5年来花费之巨，实实在在损害了全公司股东的利益，所行令人发指。我拿起其中账本向大家展示，沉声道：“猫腻就藏在这本账本里，大家可以对比2份账本，能很明显看出问题。”程向东额角逼出冷汗，一把夺过其中一人手里的账本，看到账本内容，心便是一沉，这本账本竟然是真的。他额间被逼出冷汗，突然一把撕掉账本，极力镇定道：“既然是实验，前期投入是必须的，不能说现在没有产品出产就污蔑我独吞成果。远东是程家占股最大，我为什么要损害自家的利益？要说我是为自己谋利，又怎么解释我账户上只有2000万？”他眼里泪光一闪，反问道：“倒是你宋景瑜先是全额接纳了我在亚福的股份，又转头拿了近10个亿，真可谓财大气粗。”他像是找回了依仗，反口质问：“宋总说我以公谋私，我怎么觉得是宋总贼喊捉贼呢？”我嘲讽一笑，忍不住为他的这番倒打一耙鼓掌。好口才，死的都能给你说成活的。我面上并无生气的迹象，愉悦道：“程总有疑问，我该回答的，但我觉得这个问题由程经理解答比较好。”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，程香秀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装，落落大方地走进来。他对上弟弟目眦欲裂的脸，不自觉地偏了一下目光，又很快无谓地回视，在我身旁站定，下巴轻抬，傲气道：“各位股东好，我是程香秀，今天是受宋总邀约，出面为他做证明。”宋总猜到了程总一定会反咬一口，索性让我来为大家说个明白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，上面是亚福的股份交易，这是我1个月前和宋总的交易合同。宋总以市价转让了亚福10%的股份给我，交易金额合计近10亿人民币。他把合同向着众人转一圈，白纸黑字，还有工商局的盖章，早已生效。见会议室的众人眼里消了疑惑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不用惊疑，我父亲虽然没给我留下远东的股份，但毕竟是疼我的，名下的现金不动产大半给了我。凑齐这笔巨款虽然有点难度，但并不是做不到。”程香秀笑了笑，没有多说，反而话音一转，高声道：“不过对于程向东有没有以权谋私，甚至独吞成果，我想有人会知道的比我更清楚。”他拍了拍掌，随着掌声，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。这一次走进来的是仿佛佝偻着腰的朱琳。看到朱琳的那一刻，程向东脸部痉挛了一瞬，心里强烈的不安铺天盖地。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今日一环接着一环，全是针对他的一场局。他用了5年准备这场仗，千方百计瞒着我，不惜挪用公款，就为了能有资本把远东的股份买回来。但他忘了，他费尽心思计划的算计我，我又怎么会甘心坐以待毙？今天的这一出，宋景瑜又是什么时候埋下的引子？程向东突感无力，缓缓地靠在后背，抬头看向我。我对他微微一笑，果不其然，朱琳出现当面指证，判程向东死刑。他和程向东生活得太久，知道他太多东西，也和他捆绑得太深。他一旦反水，程向东一败涂地。我拿出了研发的成果，站在会议室前安抚股东们：“诸位，万幸损失已经被我追回，我已经将这桩案子委托给律师处理，力图追回这项成果的专利权。而这场官司胜诉很大。”我看了一眼宛如败家之犬的程向东，笑意更深，继续道：“另外，我与史密斯先生已经签订合作意向书，只要成果投入市场 ，AX 将和我们共同开发美国市场。3年铺张后的3年，平均年利润可以达到这个数。”我沉稳一笑，做了个手势。会议室静了一瞬，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我的这一击为众位股东打入了一剂强力的定心丸，稳住了明早的股市，也一举奠定了我在远东说一不二的未来版图。